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全台许多厉害的夜市几乎都聚集在庙口附近。这其实因为过去人们习惯围绕信仰中心活动，所以庙口周边自然成了热闹的商圈，也孕育出许多历史悠久的老店和在地特色小吃。这次是我们第3次来拍摄泸州庙口夜市，除了之前观众推荐的遗珠美食，这回我们还有了全新的发现。总共吃了9间店，其中最让我们惊喜的竟然是那些评价数不多的小店。虽然他们不是网红名店，但口味却是让人惊艳，绝对值得一试。不知道住在泸州的你会不会也喜欢这些呢？泸州总站手做葱饼，那很多泸州在地人跟我们说，一定要吃这一间，不要吃错间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上次拍另外一间，我也是觉得好吃，但是我朋友马上看到影片跟我说，你吃错了这样。他其实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，只有那一间有，加上刚好这一间是休息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就吃过那一间。那我们来吃看这间怎么样，不然每次来人家都说，一定要吃这一间。饼呢，咬下去是酥脆的，那它的外皮干爽，可是里面呢却非常的湿润。里面的葱啊，超级咸香，而且你自己看哦，葱有够的多。它的葱非常的爽脆，而且它有特殊技巧。它在做那个葱饼的时候，它会先抹上一层猪油跟一些它里面一些调料在里面。这个做法非常的聪明，因为它可以让那个猪油跟葱啊是分开来的，让那个葱还保有脆度。可是如果是混在一起做的时候呢，它那个葱会变得过湿了，而少了那种脆甜的感觉，所以非常聪明。我觉得蛮厉害的，没有人这样做。在我们前面的姐姐呢，看到我们2个人只买一个，她吓一跳，就你们2个吃一个哪够？其实她个头不小哦，但是我相信她好吃的程度呢，是一个人吃完一个呢，绝对是不满足的。然后她队伍排那么长啊，一个人只能限买3个而已。大家排的是心甘情愿，然后我们前面那个人他是常常吃，然后还是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多买一点这样子？所以是大家当地人肯花1个小时来排的哦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我们今天是5点的时候到达队伍的，然后呢排到的时候已经5点40分了。那我觉得呢，这样的方式啊，一定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法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趁开摊那附近的时间就要来排队了。好吃，推荐。它这个从左到右边吃就会边一直掉，你不小心就会掉下来了。这件是泸州灵记生炒鸭肉羹，这个呢是我们募集网友的资讯而来的，然后也有朋友跟我们推荐说，它很好吃，甚至在评论里面还看到有人说它跟3重知名的那些鸭肉羹不相上下。哇，感觉还蛮烫的。对啊，一直冒烟，这要怎么吃啊？先喝喝看它汤的原味，然后先不要加辣椒粉跟醋。我觉得很好吃，蛮出我的意料之外。这里面呢能够吃得到笋的香甜啊，然后它的蒜味也还蛮浓厚的。它本来就已经有加一点醋在里面了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更酸一点的人呢，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再调味，然后可以吃得到一点点啊，它那种就是炒过的那种锅气。我觉得跟3重那间鸭肉羹比起来呢，它的甜味比较属于那种笋的自然甜味，那3重那间调味就是比较甜一点。不一定，搞不好你回去吃3重，你有喜欢的也说不定。加一点醋来试试看。加了醋之后啊，我还是喜欢它原本调好的味道，我觉得那样是更刚好。大家可以先试一试，来调整自己喜欢的。这是它的辣椒粉，感觉好像也蛮厉害的哦。可是你不太敢吃辣，你吃一点就好，1小匙。搅拌一下。
辣椒粉非常之香，我觉得辣度还 OK， 不会太辣。这一间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它把那个洋葱炒得很甜，然后它那个洋葱的大小啊是有挑过，还有饼子是比较没有这么硬的，就是都是挑有比较软的地方，我觉得吃起来那个味道都有释放出来在这整碗里面，喜欢。有点后悔没有点大碗，又来了，人家就没有分大小碗，你知道怎样那我更正一下，我后悔没有点2碗，可以吧？再来继续吃泸州生炒花枝鱿鱼清炖猪脚汤。那我们在评论上面看呢，蛮多人都是推荐它的清炖猪脚汤。哇，这碗汤一上来啊，就觉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花枝羹也有人推啊，不过我们先吃猪脚汤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猪脚汤。哇，竟然这种地方有卖猪脚汤哎！现在喝一口汤看看。哇，这个汤充满了大骨的清甜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一点酒香助攻，非常的好喝。今天天气还蛮冷的，这样喝一口真的是蛮爽的。先不沾酱，吃一口看看，超好吃！我跟你说，这种清炖猪脚啊，它新不新鲜，高下立判，因为你咬到嘴巴里面呢，你知道的是香还是腥，一下子就知道了。而且我还没有沾酱的状况下，吃到的都是那种胶质的甜香味而已，非常的棒。有比徐仔的好吃吗？我更喜欢这家的，真的假的？我还蛮惊艳的，人家那个已经是超级名店了，然后这个夜市里的竟然可以比它更好吃一点点。我觉得都很好吃，但是这一间我真的有吓到，我不敢再讲话了，越讲越得罪人的感觉。它这个胶质啊、炖到的都有出来，而且那个皮啊不会让你这样咬不下去，虽然看起来很 Q， 可是其实吃起来还是有化掉了。重点是它那个口感就是掌握到让你觉得好吃，然后有黏嘴感，可是又不会觉得过分的软烂，会有点怕的，不会这样子。刚不蘸就已经很好吃了，我们现在来换蘸一下这个辣椒酱油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原本猪脚就蛮甜的，就是那种甜香味啊，如果再加上好吃的酱油、辣椒，那个猪脚的甜香味会更被提出来。你继续讲，讲多一点啊，我多吃一点。哦，真的好吃耶，好吃，真的，我觉得蛮惊艳的耶。它这一碗是130，但是它也比徐仔大碗，因为徐仔现在是110还100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哇，基隆的，因为基隆是200块，所以就会觉得 CP 值没那么高。这一间就还蛮有 CP 值，汤也好喝，然后也是不一样风格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尤其是你喜欢吃猪脚，真的可以。哇，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皮啊、油脂啊，还有那个肉的柔软度跟 Q 度。我轻轻剥一下肉就破掉了。对，然后它的是有 Q 的，可是又柔软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对，你试试看，我真的觉得好吃。不知不觉玩起来真的蛮厉害的。然后被妈妈骂了。再来，我们来吃吃看黄师傅地瓜球香酥鸡。我会选择这一摊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看到评论上啊，有人说他吃过啊最好吃的地瓜球了。这种评论其实也蛮常听到的啦。对，但是蛮多人说的。我觉得最让我吸引的地方就是它有卖炸鸡，就是这个组合很神奇这样。真的。然后再来是呢，我走近一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它有非常多粉可以选择。那我今天呢地瓜球呢加的是墨西哥粉，然后炸鸡加的是梅子粉。然后我们来吃吃看，它的地瓜球吃起来蛮有存在感的。重点是因为它的那个皮啊稍微比较厚一点，所以你可以吃到地瓜的香味是比较浓厚一点的。然后再加上这个墨西哥粉的话呢，我觉得有一种在吃多利多汁的感觉。它除了黄地瓜之外，其实还有紫地瓜。那我们来试试看紫地瓜的味道好了。它两种地瓜的口感啊跟味道的确还是有点区别。黄地瓜比较甜一点点，紫地瓜比较 Q。越吃越觉得需要一点咬劲。它的用料其实是很扎实。那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QQ 的啊，那可能这个就比较不适合你。可是如果你喜欢那种咀嚼快乐的人，我觉得是蛮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越嚼越香，蛮好吃的。重点是因为它的外层呢，就是给你比较多的地瓜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再来吃吃看它的香酥鸡沾梅子粉的。
它的炸鸡也是非常厚实无骨的，然后皮是还蛮酥脆的，可是只要有一点冷掉啊，它就会稍微的比较硬一点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热吃。不过我觉得他们家的油啊用的非常的干净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。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它这个炸鸡是好吃，但是我觉得皮很脆，脆到会刮口，所以如果你在意这个的话，斟酌一下。这一间是卢记当归吐司药头排骨，应该是算当地人很多人都说它是从小吃到大的。这家店呢，它有名的其实是吐司，不过我不太敢吃，所以我们就换点药头排骨来吃吃看。它的那个排有两种，一种是像这种叫排骨的地方，然后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叫什么乐排、乐条的部分，来吃吃看。以70块的价格来说，我觉得这分量算不多不少。然后你要吃肉嘛，也还是都有一点肉可以吃。重点是我刚刚吃到那一口啊，它里面还是有一点油脂香，然后再沾上这个豆瓣酱，真的是很舒服。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酱也还蛮讲究的，吐司就有吐司用的酱，然后药炖排骨就有药炖排骨弄的酱。你要吃肉多的话，就要吃吐司，所以吐司大家会普遍觉得 CP 值比较高，因为肉很多嘛，又不用称骨头这样子。这个药炖排骨的汤喝起来呢，就是你这样子闻呢，没有太浓的中药味啊，然后喝下去有一种甘甜的香气。整体而言，我们觉得算是还蛮大碗的，汤很多。然后，如果你是那种很怕中药味的人啊，这件事你可以入手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估计会有很多当地的观众说你要吃吐司啦，但是他不敢吃，好不好？在这家呢是阿婆卤味，老板的妈妈呢之前是在古亭那边卖，然后呢后来的老板妈妈呢已经老了，那个摊子就收掉，他们这边呢其实是第2摊，但是呢也已经开了11年那么久了。然后取阿婆卤味就是说，让大家知道，就是一样的店，传承自妈妈，只是在这边有，因为很多人找那边找不到，可以来这边吃，这样来试试看。来吃个米血。好吃耶，这米血 QQ 的，重点是它有带有中药的香气，然后甜味是比较重一点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发现我每次点什么东山鸭头啊、卤味，我一定要点米血。其实吃一间那种卤味啊，你其实吃米血啊，你可以吃到它的那个卤汁的味道是怎么样，因为它是很容易焦灼在上面，吸附在里面的感觉。我以为单纯是你爱吃而已啦。没有，就是想要吃到那个酱料的感觉，但我也爱吃啊。我在评论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他说这都是冷的，然后我喜欢吃加热卤味。我想那你是不是走错地方？很奇怪，很好吃。它这个卤味其实真的有点像东山鸭头的那种甜，但是没有到过分的甜，然后带一点点那种中药的香味，很厉害耶，有点蜜汁感，但不是那种很甜腻的甜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你也喜欢吃东山鸭头，也可以来尝试这一间。这个鸡胗。我常常也都很喜欢点鸡胗，因为鸡胗呢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一家呢对食材的这个掌握度啊，是不是够新鲜？因为不新鲜的鸡胗呢，它就是会很容易会有腥味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也是我就是喜欢吃这个东西啦。大家都有一个理由。对，这豆包也很好吃，质地也很细致，很入味，但是呢又不会太过的甜腻。豆包也是必点的，它跟米血也是很类似的，就是酱汁的考验的，吸汁代表。对，而且也可以吃出老板对那个食材要求深不深。我觉得他这个豆包非常的够水准。这一家的评价还蛮高的，但是它评论数不算多。那我在很多 YouTuber 下面就看很多说，在地人说，他们说这一间好吃。那我通常就是喜欢找这种小小的店，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拍过，其实来试了之后都会有很意外的惊喜，属于宝藏店的那一种。
这一家呢叫做小杜杜点心坊，它主要是卖提拉米苏跟奶酪的。那我今天呢点了一个奶酒口味的提拉米苏，老板说这是他们今天新口味，第一天上市就被我们赶上了，赶快来吃一口。换个地方来讲，好好吃哦！真的假的啦？我跟你讲，它充满那个奶酒的香味。你有没有喝过那个奶酒？Costco 都有卖的那一种，那种东西真的是超好喝的，有够罪恶感的。我觉得它吃起来湿润度非常的够，然后尤其是它那个奶酒的香甜味啊，真的非常喜欢。那像这个奶酒呢，就是其实我们常会在便利商店啊，他们也会出什么联名的咖啡，叫贝斯里还贝里斯，我每次都会搞混。这个东西呢，因为它需要有一点冷却的温度呢，它会更成型，所以如果你买回家的话，会觉得说，你再冰个半个小时会更好吃一点。我买这样一大块啊，价钱是150块钱，然后我觉得 CP 值还蛮够的。好吃我觉得我们刚刚吃了一轮这样，然后来吃这个真的蛮爽的。然后重点是它的摊位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提拉米苏，然后原味的呢大概130就有了。我原本在评论室里面看到它有那种放葡萄啊，真正的水果在上面那种，吸引我来。不过我觉得吃这个就已经觉得很好吃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湿润，好吃。是你放到舌头下压可以抿出水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逛到龙凤堂来买一个蛋黄酥，听说他们家的蛋黄酥非常厉害啊！像我手上这2颗呢，分别是不同年份的蛋黄酥节的冠军。我看到就是在别人的评论里面啊，就是说，这里是他们的老店，所以都值得来试，我就想要试试看。而且我们很喜欢试饼铺。我跟你讲，龙凤堂其实超有名的，像我们住淡水嘛，淡水有名的就是那些饼铺。但是你如果说再扩及到其他地区的话，大家很多那种大饼啊，也都会订龙凤堂。我们来试一下，这颗是乌豆沙蛋黄酥，它的来头还不小是冠军蛋黄酥。哇，它的乌豆沙超级绵密，然后在吃到蛋黄的时候呢，蛋黄无敌的鲜香，而且它这个蛋黄呢，稍微还有点溏心的感觉。我刚刚有咬一口啊，我觉得它底部这样脆脆的，还蛮特别的，蛮喜欢的。再来你看它的剖面图啊，是不是皮只有薄薄的一层，几乎里面全部都是内馅有够扎实的。这一颗呢是南瓜马车蛋黄酥，它的外观啊做的真的像一颗南瓜一样，非常的精美。我真的是被它的外表吸引，然后真的很想试试看。不然说真的，我们已经吃的还蛮饱的了。它真的很像一颗小南瓜一样，咬下去一样感觉好像是咬，是饼当然是饼啊，不然是什么？不是因为它那个皮看起来很像面包的感觉。我真的蛮想要跟你说，你看内馅真的很像南瓜的肉，然后就你跟我说是饼这什么反应？它的奶香味非常的浓，然后呢，一吃进去呢，那个南瓜的香甜味啊，我觉得南瓜就是非常适合跟奶的东西融合在一起，所以它吃起来很舒服。不过呢，我的嘴巴现在被南瓜的内馅呢，就是塞住了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，就是把嘴巴拿出来见大家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糕点啊，非常的适合配茶，尤其是如果你再配个奶茶的话，那整个嘴巴里面真的是奶香四溢。我很想要看你吃上面那个梗它那个梗这好逼真哦，感觉是饼干。对，刚刚的地头的部分，它的口感其实有点像营养口粮，不过呢，因为那个形状那么特别、那么精致啊，那个绝对不是买现成的。我刚刚问老板，他们说呢，是他们有开模，然后去制造出来的。我们来试这一款叫做台北馅饼，那它其实是5仁酥。那为什么要台北馅饼呢？大家也知道，新北市以前叫做台北馅嘛，那它就是以前他们有参加一个伴手礼比赛得奖的作品啊。那自从新北市改名之后呢，他们也没有跟着改啊，所以还是维持叫做台北馅饼这样。
特别。哎，这让我想到竹堑饼，新竹馅饼，有那么一点点像，它其实蛮脆的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核桃仁酥感，但是又不是，然后又有点像竹堑饼，但又不是。然后老板娘跳出来解惑了，竹堑饼他们呢加的是猪油啊，然后他们这个五仁酥呢里面都是坚果，难怪就是多了一个就是坚果的清香。然后这个呢它是做蛋奶素的，所以素食的话也可以吃。老少皆宜。吃了这么多东西，口真的很渴了。我们来喝2两红茶。这一间呢也是在泸州夜市，算是蛮有人气的店家。我们刚刚在那边经过好几次啊，看到他门口人真的是络绎不绝。不能叫2两，要叫2两啊，2两对耶。对，都可以这样子。我刚刚就是哇，一直脑筋错乱了很久这样子。好，来喝喝看。好。我们刚刚排队的时候巧遇观众，他们就说他们也很喜欢喝这一间。对，还被争吵说，我不要喝仙草茶，每次都喝仙草茶。我们喝的这个决明子红茶好喝哦。它是叫做古早红茶，然后还有分就是700跟1000，然后我们是点1000的这样子。1000的才30块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再给它一点篇幅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喝的。首先是它决明子的那个味道啊，就是清清淡淡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蛮适合你在吃完很多东西之后啊，来上一杯蛮解渴的。然后我刚刚在点的时候呢，我就问他说，我要最少的糖度。他说那我们是1分糖。我说那1分跟3分哪一个比较多人点？他说3分是比较多人点的。那还好，我听了他的话，点了3分的。那我觉得整个甜度啦，蛮刚好的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吧。我们在泸州夜市呢，其实也已经拍了大概第2次还第3次了。然后前面我们已经拍了非常多家，我本来想说这个地方呢应该没有什么好探索了，结果没想到今天吃的东西都还蛮让我惊艳的。而且感觉好像之前算是还没有吃到精华，今天吃了好几家，中间好几间好好吃哦，而且有点颠覆我的想象了。我没想到今天我最喜欢的竟然是那一碗清炖猪脚汤。我也是，然后我很喜欢吃鸭肉羹。然后这个鸭肉羹绝对，我觉得也是蛮棒的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小吃类的东西，比如说那个甜点啊，也是蛮让我惊艳的。我们这趟来啊，有找了一些分数还蛮高，但是评价数不多的。然后，但是它是属于那种在地老摊啊，不像是什么大名店的样子。可是我们吃起来却非常的惊艳，很好吃。对，因为通常那种大名店就是评价数又多，然后分数又高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反而是最让我们惊喜的是这种，评价数还不算多，但是评分蛮高的这样子，很有惊喜。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更多名单？可以跟我们讲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拍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啊，大家拜拜。